Hello，这节课的话，我们带给大家的是这样的一个水彩来操作的星空款式啊。它的话呢，有利用到我们的水彩深色和珠光色以及彩绘的部分啊，我们会逐一去给大家去讲解到。首先的话呢，我们来选取的是这样的一个梯形甲。首先的话啊，我们的这个指甲的话要先有一个打底色，就像我们的裙子先有裙衬，然后才能搭配到裙纱，显出它一个很通透的一个效果啊。我们首先选择到的底色就是这样一个很简单的透白色啊，不要用纯白色，不要用颜色太实的哈。来，甲面上已经涂好底胶了，我们直接在底胶的基础上啊，去给它涂上透白。薄薄的来一层就可以啊，甚至于说不用涂得太均匀都行，整甲铺、局部去铺都 OK 啊。我们在之前的课程当中给大家讲过这种打底哈，那今天这个我们就给它我这个就是整体涂了一下，然后照灯30秒钟。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整个的这个款式当中，我们会用到了水彩的柔色。也就是整甲铺色、大面积铺色这样的一个方法，以及到它的当中添加珠光色，再到它的当中叠加我们的水彩柔色的一个技法，也就是它上面做出云朵。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款式当中一共要应用到了3个层次，对吧？第一个层次颜色柔大面积的，第二个层次珠光，第3个层次去画出它的云朵的一层一层云雾缭绕的一个质感啊。那首先的话啊，我们打完底色之后，在它的基础上先上磨砂封层，然后我们再来给大家具体去操作整个的款式啊。磨砂封层大家都知道了，选一个磨砂颗粒感重一点的，整体去薄刷，然后不要包边。照灯60秒钟，注意边缘啊，一定要给它涂到位，不要留有小气泡，不要有涂不均匀的位置。然后照个60秒钟或60秒钟以上，不要照太短的一个时间。然后我们来选择2盘水彩的颜色，一盘实色和一盘珠光色的啊。首先我们来看实色盘，来看一下哈。我们要用到的啊，大家可以先来看一下这个简易的色板啊。我们一会儿要用到的颜色的话有这样几个，一个是这样的蓝，这个蓝色的话是作为它的大背景啊偏浅一点的部分，然后再加入这个深蓝色，在它的基础上啊，如果你的天空当中再想加入其他的颜色，我们可以加一点紫，还可以再加一点粉啊，这样的几个颜色给它调和到当中去。当然也可以加入到什么青色、肤色，或者说红色啊，但凡你觉得好看喜欢的颜色都可以往里加，但我们的大关系主要就是靠这2个颜色啊。那首先的话呢，我们就是取色的话，大面积的去揉这个颜色的时候的话，我们用之前先把笔洗干净啊，干净的纸巾也给它准备出来。把笔洗干净之后，然后我们去取水量的话要稍微多一点点啊，因为是大面积的揉色嘛，对吧？我都是把笔当中几乎是4/5吧，全部都浸入到这个笔身当中去了啊。然后的话去取这个颜色，这样刮1下，刮2下，刮3下啊，基本上就可以了。看到没？这个量就可以了啊。然后我们在甲面上给它画一下。如果是在本甲上去操作这个款式的话啊，那个磨砂封层可以稍微留一点点小小的边边哈。然后的话呢，我们现在是在甲片上的话，那就无所谓了哈。然后打开这个颜色的时候，如果说啊，宝贝们，你要先去看，这个甲面上，如果你想让它的留白比较大的情况下，那我们在铺这个大背景色的时候就要注意，先把你的这个留白留出来。那比如说，我想在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去给它留一下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地方铺的淡一点。你看我压笔啊，压到这儿的时候，用笔毛的根部去画，相当于就是把它晕开了啊，它会有一点点这个边界线，不要管它啊，不要紧。然后去把颜色往下去带上去的时候，一上一下，一左一右的方式去把颜色啊揉开，揉到这儿，揉到这儿啊。然后边缘的位置这样蹭一蹭上来，
啊。然后可以准备好另外一支笔啊，我们把它洗干净，也是干净的状态下，然后用纸巾吸走一下水分，边缘的位置轻轻蹭一蹭，不是这样平铺着去蹭，而是用笔尖啊这样去蹭，给它揉一下，揉开。这样的一个底下的第一个层次的蓝色我们就铺好了哈。然后的话呢，你可以在这个当中想让它呈现出来是一个非常有层次感的一个效果的话，点一下笔啊，就是笔尖轻轻碰一下水啊，再去揉一下颜色，2下颜色，再到这个当中。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笔的话，它会没有刚才那么大的一个水分啊，就是因为只是在水当中轻轻点了一下嘛。然后你同样的这个蓝色，你再铺上去的时候，它明显感觉到什么？是有纹路感的，而且的颜色更深了啊，就稍微的来走2笔，基本上啊就是蹭上去。可以看到我这个颜色基本上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但是它是带纹路的啊，我们蹭上去就可以了。这个时候你再换成另外一个蓝色啊。我们在笔比较干的状态下的时候的话，在蹭到纸巾上很难就是说完全把颜料都蹭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是把颜料在这个纸巾当中比较湿润的地方，这个地方去蹭啊，这个时候才会把颜料都基本上洗个大概差不多。然后我们再去蘸水啊，就点一下水，你趁水没反应过来的时候，然后我们再到纸巾上再去蘸一蘸，这样的话就不会很快的就把这杯水污染的脏了啊，要不然一下子这个水不就变蓝了嘛，对吧？好，这个状态下可以了啊，洗干净之后，然后我们再来还是把笔毛的4/5的位置啊都浸入到水当中去，然后再取这个深蓝，1下、2下、3下、4下，3到4下就可以啊。基本上3下也可以，4下也可以，我们根据状态去决定。4下的话颜色它会更深，那这个时候的蓝色的面积要比上一层要小。然后我们揉开的时候的话呢，也是用笔毛的大概这么长的一个距离啊，大概是1/3，整个这么短啊，这么短的一个距离，用这个位置去揉，看到没？这样我侧面去给大家揉开看一下啊。就是你的压笔的方式要时重时轻，时而抬笔，时而压笔，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样我们呈现出来的那个花，这种纹路啊，它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我们再把另外一支笔也是啊，洗干净之后正面、反面吸一下水分，就吸2下就可以。打开边缘。划2下上去，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去换别的颜色啊。可以看到我的水分放到这种状态下，它干的速度是适中的啊，不会说特别快的就干掉，但是也差不多，不影响你马上去加下一个颜色啊。如果说是那种有水分流动下来的话，那就说明你水分加的太多了，或者说蘸那个颜料蘸的太少了。来啊，洗一下笔。然后加一下什么颜色？加一下这个紫色啊。加紫色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问题是什么？大面积都是蓝色，对吧？紫色只是其中一小部分。那这个时候的紫色的话，我们就不要蘸太多的水。刚才的话，水分是有蘸到什么位置？4/5，对吧？这个时候你可以蘸到1/2这样的一个位置啊。然后取这个紫色，紫色的话1下、2下。看一下状态啊，觉得颜色不够深，再来2下、4下，哎，差不多可以。然后再把这个紫色看看加在哪里更合适啊？你要加在这个重的地方位置，它这个紫色就不会特别明显。那加进来一点之后，你要给它带到旁边去一点点啊，这个水分感觉还是有一点点多，我们可以稍微吸走一部分。去用纸巾吸它笔毛的根部啊，吸前尖的话就把颜色都吸掉了。
加上来，哎，蹭上去的方式啊，你看我抖动着笔的感觉，把这个颜色蹭一蹭，是蹭上来。哎，加在这里一个紫色，加在这里一点点。然后你想让它两个颜色结合的更好的话，你可以把笔这样倒空过来，这么用笔尖去轻轻去带一下上去啊。好，可以了啊，紫色加到这儿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洗一下笔，蘸什么？蘸粉色，粉色就属于浅色了。这个时候一定要把笔最好是能洗得干净一点啊。因为这个笔毛就是吸水效果非常好，你会发现其实我刚才这个笔当中还是有一点点蓝色的，但是因为蓝色跟紫色它俩的深浅关系啊，它俩的明度是一样的，所以说就是问题不大啊。我们在这个时候笔没完全洗干净，再蘸蓝色再蘸紫色都是可以的，但是你要蘸浅色的时候就不能这么做了。再蘸浅色的时候的话，它两个颜色是非常容易混色的啊，所以说我们笔一定要洗干净哈。再点上来，哎，基本上没啥东西了啊，没有啥颜色了。那这个时候你再去蘸一点，还蘸多少啊？还是1/2啊，一个取水量就可以。那我来调一个粉色出来，这个粉看看能不能直接用啊？能直接用咱们就直接用，不能直接用的话就稍微给它调一下下，看看这个粉还是可以的啊。这个粉我们加在这儿吧。有一点点浅哈，看不太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调一下吧？最好还是哈。这个粉色的话，因为它在甲面上效果有点像那种白，太那个粉色那个感觉不够明显啊。那所以说这个时候粉色我们调一下下，先把这个粉色蘸出来啊，基本上1/2的一个加水量，然后揉个3、4下左右啊，这样的一个量。然后我们可以稍微蘸一蘸，然后点一下水啊，再点多少还是点个1/2的量就可以了。然后可以去加这个颜色，因为我不想让它是那种艳粉的啊，所以我们想让它低调一点。加什么？加这个砖红，对吧？砖红加进去，哎，揉出来的这个粉色就刚刚好了。还有这种就是粉色的那个感觉会更重一点啊，加在这儿，再揉一下下啊。它这个时候笔尖再去，因为叠加在这个蓝色上面，它粉色肯定是要揉进去一点颜色的，也就是说这个粉色会一不小心就容易变脏，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加进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翼翼，下笔要轻一点啊。粉色一定不要加太多啊，这就可以了。我是觉得它就可以了啊，除非我们想让它画面更粉一点。因为我的蓝色是占主导位置的，粉色只是加进去一点点点缀，所以没有加太多。啊，边缘如果不自然的地方，可以轻轻的用笔尖戳一下啊，戳一戳这样的方式，轻轻的笔尖带2下啊，这样的方式就给它揉开。那这个就是它的第一层次。第二层次我们要把它加进来的是什么？珠光色。珠光色的话可以直接去加啊，因为珠光色的话，如果我们掌握好它的取水量和下笔的力度的情况下，你是不需要中间去隔断的。如果我们新手宝贝第一次来操作这个款式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去隔断一层磨砂封层啊，来，因为一旦你操作错误的话，你还可以反悔，你还可以擦掉重来。但如果说你直接往上去加珠光色，我们一开始操作不好的情况下，你底下这层就白费了，你还得重新再做一遍，对吧？珠光色的话，我选了2个颜色啊，一个是这样的，有点点淡淡的小金色，然后再一个颜色的话，我们可以加这样的珠光紫或者珠光蓝啊，这样的颜色都可以。当然，你喜欢其他颜色可以加其他的。笔尖啊，揉珠光色的时候水分可以多一点啊，我的取水量大概也就是3/4、4/5啊，就每一次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量，稍微多一点是可以的。然后的话，在这个珠光上面这样去揉，揉几下之后，在旁边的位置先看一下，不要直接上甲面啊，先揉一下看一下，感觉这个金色的量还可以啊，或者你要是觉得它那个金色颜色太明显的话，你可以稍微这样按压一下，让它这个颜料往后走一走啊，往这个笔毛的这个就是笔腹的位置和笔根的位置走一走，这样的话它笔尖的颜料没有那么多，它呈现出来的珠光自然也没有那么的密集啊，也不会有那么多的那种感觉，就是淡淡的浅浅的啊，这样的一个效果。看
这样揉进去。然后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不要满甲这样去平铺啊，不要平铺，而是以这样淡淡的柔色的方式给它抹上去。抖着笔毛的方式给它抹上去。下笔如果太重的话，会把底下的颜料洗掉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要掌握的这种方法，轻轻的。这个金色的话大概就是加到这里就可以了。然后的话呢，再加一个这个颜色吧，加一个这个紫色啊，紫色还是沾一点水，揉点2下。然后的话啊，我感觉这个时候珠光色一定，如果直接上甲面的话，一定特别深。那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也在我的这个调色盘上面啊压2下，让它往后走一走，往我的笔毛后面走一走。然后再到我的甲面上来啊，这个紫色可以就揉到刚才咱们的紫色上面这个位置上去，对吧？让这个紫色的感觉更明显，整体它更紫了啊，比我原版的这个还要就是紫色添加的要多。这样的稍微加进来一点点 ，OK。可以了，这个就是它的第2个层次也完成了啊。那因为我们的珠光色并没有加的特别多，所以说它干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但是我们也要等待一定的时间啊。这个时间的话，基本上10秒到20秒之间就可以了。如果这个时间它还不干的话，那就说明你的珠光色加的实在太多了，这个水分实在太多了啊。10秒、20秒的时间它足够用了。然后干了之后，我们用海绵搓的啊，我是建议是粗面。打一下前端，我们还要加第3个层次哈啊，那不用打啊，加第3个层次，第3个层次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最后我们水彩的一个结尾的啊，它要做出来这种云朵的一个层次效果。那做出这种云朵效果的时候，我们要用到的是浅色，对吧？这个颜色可以是白色，可以是粉色，可以是肤色，也可以是天蓝色，可以是浅蓝色，可以是像我这样的有一点点小那个青绿色。那这样的颜色的话，我们直接叠加在这个上面，可不可以？不可以啊，因为你的这个颜色在揉进去之后，你要像我珠光色淡淡的给它这样点点抹一抹的方式给它加进去，那可以。但是我们要做出来的是非常有层次的，你要一环套一环，一层套一层的这样的感觉。如果这样做出来的话，你底下的水彩颜色会被洗掉的，2个颜色会揉到一起，变得特别脏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什么？一定要隔断了，对吧？隔断的话还是磨砂封层啊，中间去涂一层，整个的话也是你已经把它等干了，干了之后我们抹上去之后，前面不要包边。好，照灯60秒，然后我们趁它照灯的时间去把我们需要的颜色给它揉出来啊。这个颜色，打错了。这个颜色的话很简单，天蓝。天蓝直接去取出来的话，它的颜色有一点太纯了啊，我们不要让它这么纯。你要让它颜色偏淡一点啊，有一点点小青绿色的感觉，但我们不直接用青绿色去调啊，用蓝色去调，用它先把它蘸出来啊，大概我们的取水量还是一个3/4的位置，给它磨几下取出来就可以。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换一下颜色，换成这个嫩肤色。嫩肤色的话取多少啊？1/2的取水量。磨1下、2下、3下、4下，它俩的一个比例的话呢，基本上可以达到说1比1吧，1比1。如果你觉得这个颜色你想要稍微深一点的话，就蓝色多一点点，这个肤色少一点点啊。基本这个状态可以了，加一丢丢的蓝啊。可以了，然后我们这个颜色不要直接去用啊，把笔在干净的纸巾上都压干净，然后的话涮一下笔，洗一下笔之后，
我们是以取渐变色的方式去取这个颜色的啊。渐变色的话，我们用第一种方法，就是等到它这个颜料干掉啊，可以，然后再去沾水，再去取颜色啊。它边缘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就是笔尖碰一下水，然后再到这个当中把蓝色取出来。这个蓝色的话，第一层颜色可以说是通透一点啊，所以不用取太多啊。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照好灯了，对吧？直接在这个上面这一层云朵的话，我们可以说放在哪里呢？放在还是这个位置吧，哈。来啊，以笔毛的1/2压在甲面上啊，去画出它的云层。云层的话，我们压着笔，它是有一点点是这样的波浪形的，然后波浪形的同时，它是往下去走的啊，而不是横向的这样去画波浪，而是往下去走。云朵嘛，云朵对吧？那我们让它是有那种云雾感的，往下走完之后，然后再给它回来。推回来，把笔毛的位置啊，笔锋的位置推回来，再往下，重新往下走，不断的这样去揉着，揉着，来抬到这个位置上，基本就可以了啊。然后我们等它干掉之后，再去压它的下一层，这种感觉，然后不断的也是啊，往下推过来之后，你可以往回再推一下，这样的话它会有一种什么样的错觉呢？就是这个云不知道有多少层，一层套一层，一环套一环的感觉啊。这样的话它会出现云朵的那种层次感，而且的话你一定要等上一层干掉啊。有的宝贝在操作这个的时候，就是说它那个笔毛会水分太大啊，就不小心就可能说沾了2下水，或者说沾的水分太多，那这个时候第一层可能就干得太慢，那这个时候你可以不用着急啊，不用重新去调啊，你可以说操作完第一遍之后，这一团不是画完了吗？你可以画下面的这个。然后等它这层干，你画完下面的这个，它怎么也干了？干了之后，你再去画第2层的，然后再反过来画这边的啊，可以是这么去操作啊，也可以是2个，就是像我说的同步去操作。来，再点一下水啊，抹2下颜色，到这边，来压着笔走，往下走，往回来。这样的云朵啊，压着一层套一层，往回再走，可以走往下，再给它往回来。这样一个感觉。这边可以再给它加几个层次啊，层次不怕多，只要你别把它整体的面积画得太大就行。逐渐往后啊，它的层次越到往下的时候，颜色可以越重一点，笔上的水分啊要越少。而且下面的这个层次边缘线不要很明显哈。再去点一下水，这个时候可以多取一点颜色，笔尖多去取色。
好 ，OK。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水彩才算是操作完毕了啊。洗一下笔，然后的话呢，这个时候水彩操作完毕，你看它干没干啊？基本上我们做这种小云朵，它干的速度非常快，因为我们的取水量本身就很少，对吧？那这种时候我们再用海绵搓粗面抛一下前端的位置，两侧的位置。后缘的位置，如果我们做的是穿戴甲的话，后缘这个地方最好要打一下啊。然后的话，再给它涂抹什么？我们的底胶。两边这个位置你要给它打掉这个一层啊。这个边缘的这个位置没打掉的话，也要继续再打一下啊。好，然后拿干的啊，这边是完全是干的，没有任何水分的。整个底胶。包裹、包边，然后底胶我们要照灯照足60秒钟，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再去画彩绘的话呢，你就不用担心说它底下的水彩没有包裹住啦，擦掉浮胶之后容易把底下水彩的颜色再擦掉啦，对吧？我们也可以选择说是上面再去涂擦洗封层啊，像我这个是我之前在直播间里面有操作过的，上面去给它贴的是贴纸啊。如果贴贴纸的话，就是在底胶基础上，我们再涂个擦洗封层，再去贴，这样贴纸可以贴得更精致哈。那我们接下来选择的是在上面去画啊，那我们直接用彩绘胶啊。然后这个照好灯了，我们拿出来把表面浮胶擦掉。看这个时候擦掉浮胶，它完全不会把底下的颜色带走啊。然后细的笔啊，去蘸着彩绘胶，大概是蘸到这样的一个量啊，就去取一点点。其实这个我们不需要太多的彩绘胶啊，就一点点就可以了。我们就是要画一个有点像星座啊那种感觉。当然这个时候大家是什么星座，你就可以画出来什么样的星座啊，都可以。先点几个点点上来，有长有短的。然后用笔尖去勾勒一下它中间的线，可以不用完全说连在一起啊。好，这一边。旁边稍微戳几个点点啊，或者说画一个小芒星都可以，很小很小啊，这个线条一定不要画太粗。然后画这种很细小的细节，就是画一个小小的十字啊。好，照灯。OK， 我们照好灯之后来封层吧，可以选择稍微有一点点厚度的封层啊，去包裹就可以啦。最后再照灯2分钟，这个款式就结束啦。那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啊，拜拜。